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听过什么特别的外遇故事吗？人为什么会外遇？外遇的对象通常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从日本征信社社长的视角，一起来聊聊外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知道当另外一半出轨的时候会有什么迹象吗？除了手机不离身、时常搞消失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征兆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叫做《征信社长才知道婚姻的真相》，作者是一位在日本经营征信社资历有20多年的社长冈田真弓。他调查看过的外遇案件多达了26万件，而他发现要判断另外一半是否外遇其实并不困难，除了从手机钱包找证据，也能够从日常的行为当中看出端倪。据说有些资深的调查员甚至只需要观察2个人的互动方式，就能够一眼看出他们是不是外遇关系。今天就让我们借由这本书一起来看看外遇会有哪些迹象，外遇对象通常是谁，人为何会想要外遇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一次了解和智疑机器有关的所有折扣码吗？没有问题，现在就到我们的 Portal 页面，优惠全部列好列满给你看。在 Portal 上面除了汇整了所有给粉丝的优惠活动、折扣码，连使用截止期限都有标示，而且这些资讯都是会定期更新的不怕用到过期的优惠。另外还有跟课程平台合作的线上课程优惠专区，一样有折扣码之外如果对于课程内容有兴趣，还可以滑到最下面看讲师访谈的影片。现在在智疑机器的 YouTube、IG、Facebook 都找得到定选的 Portal 里连结哦，一站式呈现优惠的内容，让你找资讯更方便。欢迎有事没事来看看，省钱省起来，或是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抢先查看页面，把握独家优惠吧。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出轨了，会有什么迹象呢？作者提到，基本上所有出轨的人都会透过手机来联系外遇对象，所以当一个人有外遇，可能会比以前更常使用手机。而且因为手机可能会有私讯照片等等的外遇证据，他们通常会很排斥让别人碰到自己的手机。那如果说你原本知道另外一半的手机密码，但某天发现他突然改了密码，这可能会是个警讯。那除了手机之外钱包也会透露一些外遇的蛛丝马迹。作者表示，如果你在他的钱包看到了陌生的餐厅发票或者是停车档收据，或者是保险套不认识的钥匙，都可能是外遇的迹象。还有，如果对方外遇，他的信用卡费可能也会突然的增加，而且通常会拒绝让另外一半看他的信用卡账单。另外，如果另外一半有开车习惯，也可以观察副驾驶座是不是有被调整过，导航的记录有没有陌生的地址，或者仔细检查车内有没有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像是发圈之类的东西。而除了物证，从生活习惯当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像是一回家就洗澡，忽然很在意这个贴身衣物的品味，开始关心你的外出行程，或是找理由逃避亲密行为等等，都有可能是出轨的征兆。根据作者自己做的统计在日本外遇对象大约有一半都是同公司的职员，而且绝大多数是主管或者是前辈。毕竟在公司里面常常需要朝夕相处，如果对方是前辈，又会常常帮助自己解决工作上面问题，就很容易日久生情。而这几年由于交友网站的盛行透过交友平台开始外遇数量也急剧的增加。那除此之外外遇对象还可能是同学会上面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以及时常有业务往来的厂商等等。另外，作者提到，很多的女性可能会认为丈夫的外遇对象一定比自己漂亮，而且非常有魅力，才有办法魅惑丈夫的心。毕竟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根据社长的不正式统计大部分的女性小三其实外貌条件都没有妻子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能要从外遇的原因说起。作者认为在日本社会，一个人会外遇，通常是家庭关系出现了问题。举例来说像是另外一半太唠叨太严苛，或是配偶跟原生家庭太亲密，冷落了对方，都会导致两人渐行渐远，变得无话可说。如果彼此又有秘密不跟对方讲，更是会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的瓦解双方的信任感。当上面的这些问题再发生，作者认为最后就会走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双方不再有性生活了。那当生理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家里也没有爱的时候，这段婚姻就充满着细缝，外人就可以轻易的趁虚而入，发生外遇。顺带一提根据作者的说法，很多男性的外遇对象外貌条件似乎没有正宫好。作者认为，在日本外表没有那么漂亮的女生，可能对于自己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在遇到心仪的男生时即便知道对方已婚，也愿意全心全力的付出。那话说回来对于征信社来说光是察觉有异状是不够的。如果想要抓到外遇的铁证，通常要找到两人有发生性行为的证据。而根据他们多年的统计，有几个地点是大家偷情的首选。
根据作者的观察，如果外遇双方都是已婚人士，通常不会在家里幽会，而是跑去宾馆或是便宜的商务旅馆偷情。那有的当事人会比较谨慎为了掩人耳目，会刻意的一前一后入住宾馆。但是市场发现，或许是在激情过后，两个人难分难舍，在离开宾馆时当事人跟外遇对象通常还是会一起离开，这个时候就会露出马脚，让征信社抓到外遇的证据。另外，如果外遇对象是单身，就有很大的可能两个人会直接在对方的家中幽会。但是书中就有提到有位妻子怀疑丈夫外遇，找上了征信社协助，但调查员跟进了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可疑的地方。至于丈夫离开公寓大楼之后大多只是去超市购物，也没有和其他人见面。调查员一度觉得这位妻子的疑心病太重了，但是后来调查员决定偷偷溜进公寓，跟着丈夫上楼，才发现小三其实就住在他们家隔壁而已。原来这位丈夫为了避免外遇被揭穿，直接让他的单身情妇搬到隔壁，变成自己的邻居。那除了前面的这些地方其他像是车子内公司休息室或仓库等等，也都是偷情的热门地点。作者推测，对于某些人来说，在这些地点偷情虽然很容易被发现，但这样做反而有种刺激感，会让人更加的兴奋。而随着时代的改变，作者也注意到外遇的主角正在慢慢的改变。根据作者的统计，2003年找他们委托调查外遇的委托人当中，主要是以女性居多，男性委托人甚至连1成都不到。但到了现在，男性委托调查妻子外遇的案件竟然成长到了4成。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职场。前面提到，人们的外遇对象有一半都是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主管，因此当投入职场的时间增加，外遇发生的几率也就增加了。而另外一方面外遇的男性比例会降低，可能也跟价值观的改变有关。过去在日本有些传统观念会认为外遇是一种展现男性价值的方式，因此有些男性会借由外遇来证明自己很有行情。但是在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渐渐的被唾弃，男女之间也比较平等，这样子的行为也就越来越少见了。而除了性别方面的改变，社长也发现这几年老年人外遇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以前，外遇最容易发生的年龄通常是在40到50岁之间，高龄长辈比较不容易会有外遇的问题。像是在2008年，市长所接到的案件当中，60岁以上的高龄夫妻只占了全部案件 0.3%， 但是到了2018年高龄外遇的案件却达到了全体案件量的 12%， 足足成长了40倍。作者分析，这可能跟现代人越来越长寿有密切的关系，身体健壮的长者情感生活自然也会比较丰富。而且他们还发现，很多的长辈其实跟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会将自己跟外遇对象偷情影片或者照片存在手机里面。不过作者发现跟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如果这些长辈外遇被抓包，他们通常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争吵，而坐下来跟另外一半好好讨论彼此的下一步。或许这就是因为明白人生的苦短，不值得再蹉跎光阴吧。今天之所以想要分享这本书是因为觉得作者这个征信社社长的身份很特别，可以借由他的视角看到日本的婚姻百态。不过老实说，对于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论点，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举个例子，作者提到根据他的统计小三的外貌条件通常比不上原配，这是因为会成为第三者的女性，很多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外表没有什么信心才会对于已婚的男子死心塌地。他们觉得一方面作者省略了很多的前提，这样子的推论有点太草率，而另外一方面美丑是很主观的判断，作者的统计其实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整本书更像是征信社社长的个人经验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也无法反映真实的样貌。更不用说作者分享的内容主要也是对于日本社会的长期观察，不一定能够套用在台湾上面。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这集之后不要因此变得紧张兮兮，对于另外一半疑神疑鬼，每天要检查手机翻包包之类的。不过如果是想要增广见闻，了解不同的观点，这本书还是很有趣的。除了今天分享的内容之外里面还有从征信社的角度分享跟监的教战守则还有变装配备，以及不少跟监现场发生的趣事，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角度来看看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外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外遇本质就是不尊重伴侣很难原谅发生外遇的人。并会发生外遇，可能是原本的关系出了问题，不能够只追究其中一方的责任。所以我觉得第三方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选择介入别人的关系。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本书。此外可以在这个地方看日本别居婚以及关系强迫症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